现在关键时刻，我们之前就常说，看一个 AI 的产业荣景跟竞争，我们常常会看一个人的说法，就是他前 Google 的执行长，他叫做施密特。他曾经讲什么？他说美国的 AI 产业就要被中国给超车了。但是现在最怪的是什么？他风尘仆仆跑到了中国去之后，现在说法完全变了。他去完中国后，你看到这是他接受了访问，他说了什么？他说现在情况可能不一样了，中国很难超车，原因是因为现在中国的创投规模比3年前大幅缩减，只剩1/5。你没有钱，你没办法烧，你要去跟人家拼什么 AI 呢？中国更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看到彭博今天报，它的标题写得非常直白。习近平打击债务后，中国高风险影子银行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什么叫做高风险的影子银行？你看内文你就知道，中国有一些很富裕的一些省份的国有实体，他们通常都干嘛？跟银行去借钱，但是他们现在银行没有钱了，他不得不向非银行的放贷机构寻求高成本信贷。简单来讲，就是地方的一些金融机构，或者是用台湾话讲，现在的中国竟然去干嘛？去借高利贷，已经没有钱成这个样子了。我们刚刚才跟大家讲，台湾因为要拼 AI 的关系，可能会牺牲一些3K 的产业是在上面，但是现在中国更惨了，他是怎么样？他是把钱全部砸进 AI 里面，全部都拼下去了，但拼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现在整个中国可能因为 AI 的关系，完完全全经济真的要垮掉了。所以是从我们之前就已经讲，美国有设下一个陷阱。等于是什么 ？AI 的军备竞赛，我看你习近平要不要跳？他跳了，对，跳了之后，他果然钱烧了，钱丢了，我拼了。结果今天彭博今天讲这个，我真的讲白话，你现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省份，而且是有钱的省份，你银行都没有钱了，你竟然沦落到要去借高利贷。这个国家真的被一个投 AI， 真的什么都没了。对，没错，实际上这不是一天造成的，就除了投 AI 造成说它整个财务状况之外，事实上有非常多黑洞，包括说他们房地产的这个下跌啦、电动车的黑洞啦、半导体的黑洞，一个人都让他投那么多钱，但是都没有成果之后，现在整个病大幅的爆发。对，那为什么大幅的爆发？这主要是 Bloomberg 说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现在发现到说，你们地方政府欠了一大堆钱。那我现在不准你地方政府再跟我们的银行借钱了，不能够再跟银行借钱来还钱了。那你说地方政府还是没钱，那地方政府怎么办？他现在就是跑去跟类似的影子银行。什么叫影子银行呢？影子银行就是类似中国有非常多理财公司，他就收集一般民众的钱。那收集一般民众的钱的时候呢，他就说，我给你6%的报酬率。那怎么给你6%报酬率？我就去投资一些高风险的。那投资高风险，所以他其实有一点点财务的这个压力。就没想到这个地方政府没钱的时候，他就跑去跟这些理财公司借钱。那理财公司当然就跟他说，好，我借你钱，但是我给你收8%的利息。8%，对，那所以呢，你看原本他可能跟银行收2%、3%的利息，但问题是现在银行借不到钱，他去跟理财公司借8%。那他当然了，这个很夸张嘛，他等于是没办法，我现在要应急，我就这样。其实很简单来说，有一点类似，就是跟地下钱庄或者是跟这个高利贷去借钱来度日。所以你看，事实上这表示什么？表示地方的政府的债务已经陷入到一个非常危急的这个状态。他没有钱到竟然要跟这种地下钱庄借钱。好，那我就讲，目前为止来说，中国整个状况来说，如果是说，他们经济撑得起来就 OK。但你看，目前为止来说，中国24%的公司在今年1到9月出现亏损，然后超30%的公司的这个获利是大幅的这个下降，甚至你看，连中国的这个所谓工业利润来说，环比暴跌的这个27%，所以。中国的地方政府仰赖什么？仰赖那些公司的赚钱，但是公司也没赚钱，所以现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的财务是相当的压力相当大。好，那我就讲，那这个为什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呢？这今天的时候呢，施密特就出来讲话。对，施密特是前 Google 的这个执行长。Google 能够有今天，跟施密特有非常大的关系。虽然他对 AI 其实非常了解，他也担任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的这个 AI 顾问。然后他这一阵子去了中国一趟之后，他现在回来就说，他去中国之前原本以为说美国在 AI 的会输给中国，就他现在回来说，别惊，透懂那美国赢啊？为什么美国会赢了呢？他说，因为中国没有钱了，中国不只是没有一个好的金融市场，中国也没有钱在投入。他说 AI 都要花钱，所以你看，我跟他讲，你现在看到中国的所有的企业都在赔钱，或是获利在衰退，企业有办法弄钱来投资 AI， 不可能。对，政府来说地方政府现在要借高利贷，所以没有钱，在没有钱的状况之下来说，他就说，你看，他说中国无法获得资金来跟上 AI 竞争的这个步伐，所以他说。
这个蓝比狗边惊。那当然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真的中国目前为止处在一个没有钱的一个状态。而且世彤，我们刚刚提到施密特里面，他是刚从中国回来，对，没错，接受访问，他里面我们觉得最惊讶的一句话是没有钱到，为什么会输？创投的规模比3年前大幅缩减，仅剩1/5。对，5/5，你要玩什么下去啊？对，没错，我们就是讲，事实上他原本呢，就是说他原本是这个美国的主流观点，很多人的观点，甚至他自己原本以为说，哎呀，这个他前一阵还警告过川普说，你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们会输哦。就没想到他去了一趟中国行，他回来他就跟很多中国资讯科技人士亲自交谈，然后他说，我跟我的这个中国朋友交谈后，我清楚的意识到，他们无法接触到如此大的金融市场，他们根本无法获得资金。那为什么无法获得资金？我跟他讲，因为我就说要建设一个 AI 资料中心，赵你知道多少钱吗？要500亿美金。对，他说你哪来那么多500亿美金？不可能嘛，对不对？那但是呢，美国有没有办法？他说美国金融市场是可以轻松的做到，然后这个。欧洲落后美国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没有钱，所以你简单的说就是美国在 AI 领域有大量的钱。那照尔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钱？第一个，美国有非常多的金融市场。对，你看我跟他讲，你一个投资500亿美金，要一做这样，对不对？我跟你讲，对这个所谓苹果来说小 case 一点，因为什么？因为苹果的市值4兆多。那你说对 Meta 来说 ，OK， 它是市值也1兆多，对这个亚马逊来说，它也2兆多，所以这个几千啊，他们太容易。但问题是中国有这样公司吗？没有这样公司，他自己没办法，所以他要跟政府借钱。问题政府没有钱可以给你，所以变成是一套一套，所以他们等于是要盖这个大型的资料中心，没有办法。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创投，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小公司，譬如说现在我们在讲。这个 OpenAI 就是类似创投公司要投的嘛，还有包括说这个美国的第2大 Anthropic 这种所谓这个语言模型，还有很多 IC 设计公司。如果你的创投去投的话，就表示这些新创公司未来有可能变成大公司嘛。但他说没有办法，他说因为中国的这个新创资金的规模来说，只有剩下1/5。他说没有资金的话，很难构建这些需要复杂训练的大型公司。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没有钱的啦哈。他就说中国。这个 AI 领域受制于这个资金等限制，他认为中美在 AI 领域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的一个状况。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中国没有钱。他说，尤其是你看中国创新公司的这个资本主要来自中国政府支持的，对不对？还有企业生态。那我刚才讲到，中国政府、地方政府已经快要没有钱，现在中央还有钱，那企业问题是也没钱，所以预计后来还会受其驱动，就还是用这2股力量。但是因为缺乏来自外国的这个来自外国的资金投资非常有限，所以等于是外国的钱没有了。那他现在只能够靠自己本身的这个力量存在。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原本在15年、17年的时候，你看这是创投这个初创产业获得的融资，你看以前增加，但是美国开始对这个他们的 AI 限制之后，你看整个初创的这个所谓的获得的资金是大幅的这个下降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大幅下降？因为美国不是说，你这个所谓很多美国华尔街的资金，你不准再跟中国的 AI 有所往来，对，所以他们就不敢去投资了，全部都掉光了，他们现在只能够靠什么？你看。外资投资比例，这蓝色，你看以前蓝色是很多的，对。但是这几年你看几乎掉到没有了。21年还算多，对。23年之后，25年之后更没看，没有了。这个蓝色也太少了。那你看红色比例来说，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家投资的，对。然后这个粉红色就是民间，你看民间是不是也在减少？对。然后这个所谓外资也在减少，现在就是靠国家一直撑啦。对。但问题是你国家能撑多久？如果你一直赔钱，我就说现在地方政府已经赔钱了，那你要怎么办？所以目前为止来说，整个这个压力值来说，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巨大，就是他们目前为止没有办法新创公司没办法拿到太多的这个资金来挹注它。石宏哥，所以也难怪，当中国没有钱的时候，现在怎么样？美国超有钱，是美国超有钱到怎样？你看到这一段哦，他说，你看哦，跟美国相比，中国缺乏同样金融市场的深度，美国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市场，这个数字你都要记得。60%的交易量跟90%的交易额都是美元来结算，对，没错，60跟90，所以你中国新创公司根本没有办法拿到钱，你没办法拿到钱的情况之下，你 AI 要玩什么玩？对，所以我来说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有非常强大的金融市场，变成是驱动美国 AI 的发展。再来是什么？我们看到中国的钱都是用什么？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都是靠自己砸钱。对。可是你看美国的 AI 发展是什么
美国自己砸钱不说，他也要日本来投资啊，他也要韩国投资，还有我们台湾也有，对，我们台湾也大家都在帮你，大家都来了。然后还有包括说像阿拉伯那些国家都去，所以美国市场，我不止我自己投资金额很庞大，我还有外国来投资，所以才说施密特现在是出来说打个边干啊，他认为跑下去来说的话，或许目前为止是真的是中国也跟美国差距不远，但是他认为两个会越差越大。好，那我刚才就跟他讲嘛。为什么 Bloomberg 这个报道，中国影子银行再度陷入焦点，对不对？为什么地方政府要借钱？地方政府因为什么？第一个两个原因，第一个地方政府自己本身没有钱，他为了要营运他自己本身地方政府的时候怎么办？要钱。另外第二个是地方政府有投资非常多企业，譬如说我们知道中国很多企业，像地方政府有，譬如说像深圳不是前一阵子还这个什么万科一大堆公司，他赔钱，他也要投钱到他们身上去，所以他有时候为了要救这些地方企业赔钱的，他也要借钱。所以等于是你看，都借钱来养一些根本未来没有任何回报了，这只是个恶性循环的这个下去。所以等于是你可以看到说，中国目前为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东西，一个是基建，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制造业。你看它整体三个的投资都在往下降。对，你基建也在往下降，然后房地产也在往下降，然后制造业也在往下降。请问你还有什么可以撑得起整个产业发展？没有办法嘛，所以它等于是目前为止的投资相当的低迷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些投资都是未来可以产出这个经济的，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就是没有钱可以再继续去投资，他们都是用来还债，没有办法投资。好，那我们刚才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啊，整个他们的有一个数字叫 LGFB， 什么叫 LGFB？ 就是说他们用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他们就意思就是说，我中央开放一定的额度给你，你就可以用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融资平台，你去跟他借钱。对。但问题是已经没办法再借了，他就说不行了，他已经切断了这个取得便宜资金的来源的渠道，就是没有办法了，那怎么办？没有办法来说，他们就开始去借很高的高利贷嘛。所以我就说，他们开始去借高利贷，因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根据外媒的统计哦，这个所谓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平台的话，它的总债务已经来到60兆人民币，折合美金是8.5兆，所以等于这个变成是欠了这么多钱。对，这么多钱来说的话，变成是压垮中国的这个一个地方政府平台。所以习近平才说，你地方政府不要再借钱。对，8.5兆太多了嘛。周二的时候，中国的财政部长这个蓝佛安说，在人民日报发表，他说我们要用铁的纪律防止新的隐形债务。问题是地方政府要听吗？当然没听。对啊，他们反而最后去找地下钱庄来借钱。对，那么你不是还在借钱？它的循环就是这么大。对，所以你还是没有钱还，一直滚嘛，一直滚。所以才说这个就变成是未来中国的政府里面来说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就是地方的融资平台爆掉之后呢，他现在要跟这个地下金融去借钱。好，那我们讲。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要去借钱？因为现在很多中国地方的人士都在抗议说，你不发薪水啊，而且都不发，很多都是国企啊，国企也在欠薪，或者地方的这个企业，你看，对，这是什么？这是11月30号发生在陕西咸阳市的中建二局。中建二局其实它是国营企业哦，对，然后那个欠薪的时候，不还啊，他们就堵在门口里面讨薪水啊，你只要给我们薪水啊。好，那除了在咸阳发生这个事情之外，另外在辽宁沈阳，它是中铁11局，中铁就是盖高铁的嘛，它中欧班列的项目哦，对，他就说你欠薪，那工人就在这边讨薪，所以你看陕西出现这样，然后咸阳也而且你看到他们这个讨薪的方法不是说怎么样，他是在堵门的方式，对，堵在大门口，是你一定要出来，是。你这给我出来面对！而且你看他们站得非常开，为什么？他们就是要完全把这个出入口完全堵住。这厉害了。对，好，另外一个还有就直接跑到公司里面。你看，这是项目经理的这个办公室，他们就直接进去啦。这是在陕西的这个陕西的这个建设，他欠工人，然后工人就跑到那个专任经理的这个项目去讨薪，就围在他门口。你欠薪，你要不要给我给钱啊？要不要给钱？这样一个不给钱就是不给钱。然后另外一个，在这个四川的这个西渝高铁这个地方来说，也是欠薪。就人家工人用什么？用施工的这个车辆，他就堵住，这更厉害了。对啊，因为他有工具嘛，他堵住说你欠薪啊，要么好，就大家都不要做，就这样，鱼死网破。对，所以你看现在中国各地都有欠薪，那欠薪的你看很多都是国营单位或是地方政府投资的这个项目。好，那最夸张是什么？你看。大连公交跟大连的地铁，对，公交地铁就是地方政府的事业啊，没有钱啊，没有钱的话，他签一个什么最低生活费，
就说呢，我跟你讲啦，我们今年7月有欠你钱，对不对？不好意思，我们到12月为止来说，连续10个月份的公司都没有到账。那员工普遍担心说公司会长期拖欠，然后就无法放足额。那好，一直跟公司要钱。那公司后来他们就发一个叫做工资发放的这个告知书。对，来我们看到集团工资缓发方案全员告知书。对，我告诉你，我要欠薪哦。你今天不能说你不知道哦，是，而且你还要同意这件事情哦。没有，他说你不签你就没有工资，就这样。这更然后也没有社保，所以等于是强迫你中奖。然后强迫你中奖是这样子，他就说什么，这个工资高于4000块的，我们就按4000块，对，第一点哈。然后这个工资未超过4000块的呢，来按实际工资的90%预发。然后标准3就是领导干部还有其他一律非一线的工作人员的话，工资统一按照大连市最低工资的标准，大概是2230块。所以简单来说，驾驶他不敢给你减薪了，因为驾驶如果不爽的话，他去撞4000块。那如果不到4000块就打9折。另外一个2230块是最低标准，发给你，就这样。本人以认真阅读，对，认真阅读是。好，第二是什么？来，本人以清晰知悉关于理解以下的关键事项。对，这个告知书太坏了吧？对，没错。然后好，你看最后就是叫你签字啊，签字来说年月日什么都签，就这样。你看他最后是什么？在此艰难时刻，愿与集团同舟共济，共度难关。现在中国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地方很多这个建设的工人啊，很多基础的员工没有钱。但另外一方面是 AI 的这个龙头公司爽哈哈。我怕这几天的时候有一个中国这个 GPU 的第一股叫做摩尔线程，它登陆这个挂牌上市，挂牌这个他们的这个科创板的时候，你看它第一天就涨了468%，涨到每股人民币650块。对，650块哦。那你知道好，人民币650块哦，人民币650块，我们给它简单的乘以5来说哈。它折合台湾大概是3250块的新台币每股哦，这么高的钱哦，这个在台湾已经是股王行列的哦，已经排到台湾前5名了。可是你知道他赚多少钱吗？赚多少钱？他 minus 啊，他今年还 minus， 而且他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赚过钱。这么高的股价，我们来给大家看他的这个财务状况。你看他从2020，然後2023、2024到今年的1到6月，我给大家看一下利润，你就知道了。利润你看，这是 minus 的。那我们来看 EPS 最准。你看 EPS，2022年亏了一个股本10块，然后2023年亏了8块，然后2024年亏了4块6，然后今年才也亏了0.68。对，那为什么股票能涨到600多？他说啊，放心，我明年或者是后年就可以赚钱，2027年就可以赚钱了，大家放心啊。2027年赚钱，他现在居然就冲到650块。那650块，你看它的股票总市值是多少？2823亿，折合新台币是1.4兆。兆和一个1.4兆是只要你每年都在亏钱，然后今年还是亏那么惨。然后我跟你说，我2027年才能赚钱。那这样公司居然还有人性？对，那为什么？因为中国只能够把它撑。刚才施密特不是说，因为你们的市场没有钱，但是我就要把这些公司撑起来。这些公司撑起来之后，他要做什么？他就可以在市场圈钱嘛，你就可以发什么新股来圈钱，圈钱用来发展他们自己本身的科技。所以等于是很简单。现在中国有一招，我要怎么撑这些 AI 发展？我让股民去撑。对，股民你把股票炒起来后啊，这个股民这样今年中国不是上半年说，请这个各位的这爱国的股民呢进场买中国的 AI 股，要把它撑起来。所以呢，那你想说这个公司到底怎么样？我跟他讲。这汉公司的，他的创办人叫张建宗。对，那张建宗以前呢在辉达工作，他在辉达 NVIDIA 工作14年。虽然是说，他就找了几个同样来自辉达的资深工程师的，他们就创了摩尔线程。那摩尔线程就说，我可以做 GPU，我也可以做跟辉达一样的 GPU 啦。然后另外我还可以做 ASIC 啊，就是说我可以做很多 IC 都用来这个 AI 的。可问题是赵尔，他到底做的怎么样？没人知道。你看他营收目前为止才7亿人民币，其实很小啊。他这样亏成这样，结果现在大家怎么形容他？他说：“张建宗根本就是黄仁勋什么打工仔而已，到底可不可以信啊？”对啊，所以我才说嘛，这样子的公司，我看我们不是讲过吗？中芯半导体的本益比也是非常高，比台积电都贵很多嘛。所以现在等于是中国的股民用他们的力量撑起中国的股市的 AI 股来说，跟美国拼。
那美国是怎样一个状况？我跟你讲，美国也是一样，实际上川普现在也是豁出去的嘛，他不是有弄一个所谓的这个川普的这个所谓儿童方案吗？在大基金中间，川普账户，每一个人来说话是1000块美金，对不对？结果他就说，再找更多人来。就这几天他开了一个记者会，这是这个 Michael Dell 跟他的老婆哈，他们两个就说，我们要捐那个62.5亿美金，然后呢，到为美国2500万个儿童呢开设新的投资账户。我跟你讲，这个设立时间点非常好玩哦。川普这个账户设立的时间点是在明年2026年的7月4号。那你知道明年2026年的7月4号是什么吗？美国建国250周年。他就说，你看我250周年做这样的动作，好，所以他们都全部要进去。但是你知道这1250块美金，他用来投资什么？用来投资美国的这个股票，就包括 S&P 啦，或是美国的东西啦。那简单来说，就是他也是要把钱投到美股去啦。投到美股去的时候呢，就会帮美国股市往上拱嘛，所以它的逻辑其实跟中国一样，就是反正就投资，大家全都去买，帮我们炒起来。对，现在其实很简单，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都已经完全梭哈在 AI 的发展上面，只是说按照施密特的说法是说中国钱比较少，美国钱比较多。对，那施密特认为说美国一定会赢得这个最后的这个 AI 大战。当然我们就看嘛，这个发展还在进行之中。不过看起来的话，的确最后的赢家应该会是有钱的那一方。滚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在 AI 产业上面，为什么今天 Google 的前执行长施密特会说中国没办法追上？因为没有钱，没有钱。我们再说一次，他没有钱了。结果川普可厉害，川普现在把所有钱都拿来了。川普钱拿来之外，又抗中之外，他最厉害一点是什么？他连自己家族、自己甚至儿子更有钱了。你说是一般美元吗？没有，现在搞的是虚拟币的。对，川普还用这个方式来打货币战争，挖习近平的墙角，然后自己家族还发大财。最近他二儿子，你知道公布一个东西是让大家看得瞠目结舌，美国可能是美国第一个公开这么大的比特币的挖矿场哦，这很大大间里面有35000台的一人式的伺服器 ，server 现在 AI 是一人系的伺服。是非常缺货了。再来，它有挖矿机，然后一天的日产量是全球供应量的2%。哇，这么多的比特币！重点是你要看这张照片，你就看得出来，它大大的展示的时候有美国国旗、美国海军的军旗、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陆军、美国空军，把美国所有的军队守在大门口。还告诉你什么事情，你知道吗？美元、美债、美军。是3位一体的，他家私人的矿场竟然有美国各军种守着他，大概只有川普儿子敢这样玩。可是，等一下，如果这样子的话，谁敢动这个矿场？所以示范的效果就是可怕哦，矿场很安全，美军在帮他罩着，大家请放心的投资比特币，而且也川普签署这个所谓的天才法案、比特币法案，就是稳定币法案，就是想告诉大家什么？美元就是霸权，他要用美国的稳定币来救美债，同时也让美国的军力就可以撑住了。接下来他们的美国各政府单位也没有在避讳这件事情哦，他因为知道这其实才是美国霸权之战，所以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所竟然通过一件事情是，他把它纳管作为纳管的框架里面，代表怎样？以后的期货交易所都可以交易虚拟货币跟比特币这些商品。对，以前我们要买卖比特币，我们可能还要伤脑筋啊，到哪交易所哪里的钱包要放哪里，冷钱包、热钱包，现在不用了。主流金融市场很快就会开始交易这些比特币跟虚拟货币了，这就是货币战争。货币战争怎么打？我们看9月1号的时候，上合会开会的时候，多么盛大！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然后10个国家领袖站在一起啊，这就中国的势力的展现，俄罗斯势力的展现了。结果人家这个虚拟货币、稳定币可以挖他墙角，而且马上就攻破了。攻破了是谁？你知道赵长鹏10月的时候我们才讨论他被川普特赦了嘛，他讲了一句很恶心的话嘛。结果人家真的立了大功。5月的时候他跑去吉尔吉斯，这张照片的其中一个国家，上合会的国家，然后跑去跟他说，我可以帮你引进美元呢，我跟你儿子成立虚拟的私人银行，可以帮你引进数十亿美金落地在这个地方，他马上听了就心动嘛。对，早上总统跟他说，跟你儿子合作一个虚拟银行，这个真的是我毫无避讳嘛。然后接下来他就5月谈完之后，9月就说，这个国家的外汇存底其实可以用加密货币了，马上就谈好了。然后10月就怎样？稳定币就进来了，我墙角马上挖走，难怪要特赦他嘛。我们10月24特赦他了，这就是立了大功。可是这有一个很大的示范作用是什么？这些邻近的国家会发现，
会效法原来这样就可以搞到美金搞到美国很多钱进来，美国就会投资进来了。对，你要知道，虽然参加这个上合会拥有卢布很痛苦的事情啊，乌俄战争一爆发，卢布都往下暴跌，连俄罗斯都在找美元。所以可见他们赚俄罗斯的卢布赚人民币非常痛苦，也都需要美元啊。所以接下来你看到它是9月、10月宣布嘛，好，11月30号最大的哈萨克这个中亚5国面积最大哈萨克马上说我也要投资加密货币，我马上也跟进完。好，乌兹别克也差不多时间11月27，我马上就会拥抱稳定币，有监管沙盒，意思就是开慢慢实验了。先去实验看看会有什么问题，在沙盒就是实验的意思也进来了。接下来更保守叫土库曼，这个国家其实非常封闭，但石油很多，政治也是非常独裁的国家。人家也说，我也要批准了加密货币的法案，然后要开始引进挖矿机，墙角一下就挖了。所以你不要小看哦，美元这就霸权厉害的地方，所以它挂国旗。对美国帮助很大，一下子中亚5国就倒过去了。我跟你说，只要看到隔壁有糖吃，我也跟着一家烤肉万家香嘛，我也要跟着烤肉嘛。所以接下来12月号，中国很气嘛，我看到都是11月发生的事情啊。12月号，中国人行又召开了，找了中央部委13个部门，就宣布一件事情，又跟人家讲说，比特币、稳定币其实都是非法的虚拟货币，都会洗钱跟诈骗。再次强调说，我不跟美国玩，那为什么不跟美国玩？大家本来以为中国会有例外论的，中国会有例外论说稳定币其实是要有储备，要有美金、人民币也可以，你叫1比1去发行也可以，但是很多人都期待中国也发，可是中国还是不敢发，因为他知道这就是川普的陷阱。什么叫川普的陷阱？它其实会威胁到货币主权嘛，谁拥抱美元稳定币谁多，谁就会跑过去嘛。当然，这些国家全部拥抱美元的，当然会怕。再来是金融稳定的风险，其实就是他怕的地方。货币战争一打，他就完了。那怎么打？就是会影响资本管控。因为一旦拥抱稳定币跟虚拟货币，钱就跑得快嘛，中国资金就会跑走嘛，就大问题嘛。所以这个大问题他就怕了。可是美国就趁机挖墙脚，挖得更凶，就把这个中亚5国在11月都去找川普在白宫吃饭，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亚5国跑到白宫吃饭。接下来很多经济合作马上就推动了，所以比特币不只是川普家发财的大工具，还是习近平的包围网。玉凤，我们常讲一件事情，现在对于中国来说，等于是被全世界看破手脚之外，你看到连非洲这个地方，美国也介入了，川普进来。我们都知道，民主刚果跟卢安达，打来打去，那边杀来杀去。中国竟然说什么？在那边的公民们，大家赶快走，赶快逃！非洲整个被翻掉了。其实过去以来的话，美国跟欧洲他们比较少注意到非洲的事物，因此呢，在非洲有谁是当边的大哥？俄罗斯。对，是俄罗斯带了中国一起去那边圈地。做矿业，结果现在发生一件事情，川普大大看到了非洲的事情，他决定站出来了。他最想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拿到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什么卢安达的总统跟另外一个最右边那一位是刚果的总统，现在他们签立了一个和平协议，说过去来讲的话，你这些 March 23不要再捣乱了，然后呢，卢安达跟刚果金不要再打仗了，现在要开启关键的矿产合作。川普笑得多么的灿烂。这个卢安达总统就说马上一定要吹嘘川普总统。对，不管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说第一句一定就是什么101，就是川普好棒棒，川普公正无偏，然后从不偏袒任何一方。还讲到了一个重点他说我们这个地区远离国际的焦点，但川普仍看到促成和平的一个机会。那你就要想嘛，那原本这矿业是谁在处理的？这个钴矿是谁在处理的？这是中国的厂商啊。那中国现在来说的话，把这个刚果金所有的一些状况直接声明出来，发新闻稿啊。他讲的重点就是大家要小心啊，去那地方采矿、做黄金或者钴矿要非常的注意，尤其是下面这一段，有些是什么？反政府武装分子猖獗，遭到正式杀害。因为过去来讲的话，用这些资产，然后呢去那边做很多钴矿的一个开采，其实资金都来自哪里？中国大陆。对，所以中国大陆你看这个满山满谷的这个开矿开下去之后呢，
其实钴矿对中国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新能源车，也就是我们的电动车，你现在的3元电池，你有镍，然后你有钴，主要就是这个钴矿。而这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如果刚果金开采出来的钴矿都给中国用，那是不是很棒？对，我的电池价钱就可以降了，我的电池价钱降下来之后，我的车价整车车价就可以下降，我就可以整个冲去哪里？冲去欧洲，所以德国才会被中国大陆的新能源车全部反击啊！可是刚果金为什么现在选择要跟美国站在一起？因为他不想要再把钴矿给送出去了，所以从这个巅峰期开始，完蛋了。对，中国车怎么办？就没有啦。这个钴矿的出产量价钱，这个出产量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为什么？因为其实刚果金已经决定他要跟美国站在一起，所以呢，他要捍卫自己的权益。很多的这些国际社会上面的一个关注，很多基金会就说这个地方也太惨了吧，你知道吗？他们全部都把童工给用了进去。钴矿，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对电池来说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有钴，你在这个3元电池里面的话，你可以把你的能量做到最密集。什么能量最密集？你说这么小的这个地方慢慢下去，中国当时就是这样子对当地的人。没错，为了要让它的能量做到最密集，能量最密集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只要充电一下下，你很快就有很多的电了，你可以更长程。问题是钴不是单独可以开采出来的，钴要采了很多很多其他的矿才去把它洗炼出来的。所以你看，在刚果金这个地方，这些小朋友，因为他个子比较小，对，所以呢，他们可以深入到地底下。你说他可以钻？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照道理说，你正常的开矿不是这样开矿的，你应该是要有一些夯实的工具，然后呢，你要确保这些土层的稳定，你才进去。问题是，你这样你就费力忘食嘛，对不对？你倒不如就开一个小洞，叫小朋友下去。那你知道这个小朋友面临这种生死存亡，一天赚多少钱？2块美元，一天就赚2块美元。你下去之后，你有办法起来，那算你命好。可是呢，你再下去跟起来，或者是像他这样子，你很难想象啦。你这个钴矿，你竟然是用这种人工捡拾，然后人工去冶炼，这个都是有毒的。这个你不是用水哦，其实你要用很多的化学药剂下去漂的，所以这些都是有毒的。然后呢，这个工人就说呢，我们靠这个赚钱养家，我没得选择，1周7天，一天24小时不停劳作，而最后的大头是谁？中国大陆，他们都把这些钱、这些钴矿转出去，然后呢就送去了中国大陆，而他们有没有赚到钱？赚到钱的都是中国的厂商，当地的人都没有赚到钱。你想想看，一天2块美元，你要赚多久？甚至连当地的公司其实也都没赚到钱。为什么？因为大陆他自己有一个华友钴业，华友你听这什么意思吗？中华的朋友，我们去那边帮你做这些建设，然后呢，你要让我们来开采。可是呢，画面拍得很漂亮，到现场去你可以看一下哦，它的空拍来讲，环境脏乱，他们竟然就弄了一个坝，那个坝是什么坝呢？泥土坝，夯实之后呢就放水，放水之后呢就下去掏选，结果你想有一天水也太恶心了，有一天这个泥土坝一定会崩的嘛，对，就崩了嘛，溃堤了嘛，溃堤之后就直接整个村庄都是这种毒水。那现在来说的话，当地政府有要求这间公司要来处理，问题是。对大陆厂商来讲，已读不回。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获利。如果真的要把这个环境做到那么好的话，损伤到他们获利，他们是不会认真的。瑞哥，现在国际上面真的是看中国没有。你看到哦，陕西这一对夫妇到了上比亚去，结果今天竟然发生一件事情，他们被杀了。被杀的时候，坦白讲，中国政府应该要拿出魄力来说，你把凶手给我抓出来，给我个答案。结果他只说我们希望这个上比亚警方希望能够更积极侦破案件。心想我有没有听错啊？那么没有错。那么在这个中国电影《战狼》里面，不是好棒棒吗？你知道中国，那么面对他们一些中国的公民啊，在包括刚果这些国家，中非共和国这些国家被绑架了以后呢，他竟然是发了一个公告，叫中国人离开，就是中国人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危险。中国人小心，中国人离开，你要非常小心，可能被绑架啊，可能被人家当成所谓的矿场的奴工。
你怎么没有去救他们呢？对我从头到尾没有听到说派出英勇的战狼的这个什么战狼不是很厉害很了不起吗？对拿了空中垂降，然后就进去里面救这个相关的人质嘛。我听到的是中国的矿工被杀害，我听到的是被绑架的一对中国的夫妻直接被杀了啊！你怎么都没有去救啊？怎么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你很会宣传。好，为什么特别讲这个？因为相较于美国。他的做法跟你不一样，对，美国不会特别去拍部电影说我就不要掰瓜冲一下，不会来宣传，但是通常是根据真实的案例去拍那个相关的案例的故事成为电影嘛，对，比如说像美国狙击手啦这些电影嘛，美国曾经在2015年就干过一件事，30位的美国特种部队配合库德族。这些士兵直接搭乘5架的这个亲鲁克的直升机啊，干嘛？冲进去 ，ISIS 当时所控制在伊拉克北部的一个监狱啊，冲进去了以后呢，通毙了10名的 ISIS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那个负责守护的全副武装的这个 IS 的战士啊，对，然后成功的救出高达70名的人质。这里面呢，后来牺牲了1位美军。那他们当年索马利亚海盗不是常常在索马利亚在这海域里面抓人吗？对，不是常那边抓人，把人给抓走吗？抓走了以后勒索那个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非常高额的这个那个相关的这个赎金嘛。然后呢，紧接而来，美军也是出动海豹部队啊，像这位小姐呢，跟另外的男士呢，他正在叙述当时他们本来以为自己没有机会获救，他们被这个索马利亚海盗绑架了以后，想说自己死定了，大概没有机会。突然间门被踹开，那个光线进来，然后呢，有人用英文告诉他们：你们躺在地上不要动，我们是美军，是美国的海豹部队。他们进来了，进来之前呢，他们先轰毙了9名还在昏睡里面，还在看守人质的索马利亚海盗，另外还活捉了5名的索马利亚海盗啊！瑞德哥，你看到这个人他是怎么样说？他说他当时你刚说踹门对不对？没错。你进来的时候，他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杰西卡，我们是美国军方的，我们来接你回家，你安全了。这些美军这些海豹部队啊，不是击毙了这个9名的索马利亚海盗，还活捉了5名嘛？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怕还有其他的海盗会来，所以呢，他们叫人质直接趴在地上，一方面用那个流利的英文，因为美国人嘛，用流利英文，然后呢跟他不断的跟安抚说，你趴着不要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定保护到直升机来把你救出去，但在这之前你一定要趴着，因为怕索马利亚的海盗增援的人来嘛。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啊，他们说啊，就像在地狱跟天堂一样。但是在地狱跟天堂，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好不容易你们来救我，对，但问题是你叫我趴着不要动，但是他们就在他旁边，就直接蹲在跟坐在他们的这个趴着的那个身体旁边啊，就扶着他，一直听到了直升机的那个螺旋桨不太漂亮那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了以后，他知道他的救星到了，然后呢降落了以后，这些海豹部队就把他们扛起来，然后直接把他带到这个直升机救回美国。他说他们2个从来没有想过，我有生之年还有机会活着逃离这个人间地狱。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